有请主持人赵川。谢谢现场的观众朋友们，谢谢大家。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来看看今天请到的几位老师是谁？他们是著名的节目主持人左岩老师，欢迎；著名情感作家陆琪老师，欢迎；著名节目主持人莎娜老师，欢迎；著名节目主持人涂磊老师，欢迎。来吧，看看今天需要他们帮助的嘉宾朋友遭遇了怎样的情感困惑。刚认识的时候，我觉得他是个很细心的人，也很会照顾人。但现在结婚了，我却发现他在婚前有很多欺骗我的地方，让我完全对他改观。我们是从网上认识的，我从第一次见到他就喜欢上了他，就希望他可以成为我的老婆。现在我们已经领了结婚证，但因为婚礼等一系列的问题，我们产生了很多矛盾。我为了爱情和他结婚，却换来的是欺骗。我真的不知道他对我到底是不是真心的，也不知道我这个婚结的对还是不对。我已经事事都尽力满足他了，可他还是有很多怨言。我不知道我要怎么做才能让他满意，我现在真的很迷茫。新婚燕尔本该你侬我侬，结果变成了你怼我怼。哈哈，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郑先生27岁，来自天津，公司职员；郭女士26岁，来自天津，个体。来，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哈。新婚1个月吧？对，就领证1个月对吧？嗯。发现他欺骗你很多是吧？是想奔酒店找，可是我发现酒店它要有服务费，而且场地费，包括菜品啊，都是好看而已，实际是根本就不实惠。那请朋友吃饭办婚礼，主要还在吃嘛，办到了饭店比较经济实惠，大家也都高兴，对吧？不是，您了解的时间可太长了吧，3、4个月的时间。你要说酒店，咱一开始咱大大小小酒店一起逛了多少了，对吗？你要说一开始逛个2、3家，你觉得可能不合适，你早告诉我呀，对吗？你非要逛3、4个月之后你再告诉我。对吗？酒店这么多，我觉得3、4个月还不够用啊。不是，这个影响你们婚礼举行的日期吗？非常影响，您知道吗？您知道他什么时候跟我求的婚吗？17年，现在都19年，快2020年了，对吗？2年的时间都不够他这样子准备。不是，你们不是才领结婚证吗？啊，对呀，17年就跟我求婚了，然后19年才刚跟我领证。你准备2年时间，我都不知道你这2年准备什么了，对吗？刚不是说了吗？那酒店2个人结婚那么大事儿，其他婚庆什么都要提前准备，都要提前定的。您快别跟我提婚庆的事儿了好吗？婚庆您就说我们这个婚礼这个婚车，对吗？那么小的一件事也不能如我的愿，就什么事情都一开始答应好了，哎，你想要什么样子，然后我都跟你的这个样子来，你想要什么样子就弄成你梦想的婚礼这样子。结果到现在呢，就换一个头车这么简单一个小事儿，然后人家都不行。不是我不行，是他说的那些根本就不好看，就不搭。怎么就不好看就不搭了？我喜欢的就不好看就不搭。婚车我们不是都提前定完了吗？他非要去改。人家婚庆都说可以改，怎么到你这儿就不能改了呢？我觉得不好看。这个车是人家婚庆出，对吗？又不是你出，人家说能改，怎么到你这儿就不能改了？加钱不？不加呀。不加钱就改了呗。关键是我们都订完婚车了，结婚那么喜庆的事儿，我们所有车都是红色的，他非要把头车改成黑的。那就那个车我就喜欢。
我喜欢它就是好看，我就要头车是黑色的，这怎么的了？那你就认为你喜欢的都对，对吧？您知道吗？为什么我不能所有事儿都听他的？结婚这么大的事儿，亲戚朋友、我同事同学都在，但是你知道他最后跟我说什么吗？他要说弄成美女与野兽。不懂啥意思？我今天还带了一个图片，他要穿一个漂亮的公主裙啊。这怎么的了？他要穿一个，人家是爱情故事好吗？人是童话爱情故事。我结婚让大家看故事、看笑话、看话剧。不是，那只是一个开场，对吗？我也没说让你穿呀，我可以说咱请2个舞蹈演员，对吗？表演一下，然后把咱俩引出来。我结婚，只是希望有个新奇的开场，不怎么的了？我结婚，我是主角，我去请演员。我只是给你发了一个视频，对吗？我没有说让他完全照搬按照这个来，对吗？我只是说，哎，你看人家的这婚礼很有新奇，很有新意。我家里那么多长辈，对吧？同事，我家里为我结婚付出那么多，让他们去看这个是吗？我是说这是有个新意，对吗？这心意也得基于现实，对吧？你也得考虑我的感受。怎么就不现实了？我不光给你发了这个，对吧？我只是说给你发这个样品这个视频，人家是怎么办的婚礼，希望你用你的这个脑筋啊，然后你去帮我想一个新奇的婚礼，想一个新奇的开场。我希望我来的亲朋好友对我的这个婚礼觉得，一下子很难忘。然后过10年说，哎，人家的这个婚礼觉得办得还很不错，这怎么的了？我希望你可以想一想，对吗？我只是给你发了一下，我没有说让你完全照搬呀，对吗？你是让我想，你现在让我的脑袋去带一个这个，我怎么想？你这是偷换概念，我没有说让你一定要带这个，对吗？你这好多东西都不实际。按照我喜欢的来，又怎么的了，对吗？女生婚礼就这一次，我又不结2、3次婚。不是不想按照你喜欢的，他喜欢的那些规模呀什么的，包括吊顶全都用花海去铺，其他这边要放一个喷泉，那边要放一个马车什么的。我问过人，酒店可以做到，就贵，不是贵，是因为头一天他那个饭店人家其他人也要举办婚礼，要占用场地，我们这个要提前2天就布置好，人酒店不同意。你这些都是借口，就是不想给我办。但是你也得基于现实，对吧？人家婚庆都说可以办了，怎么就不现实了？婚庆说饭店做不到，你就是不想在我身上花心思，对吗？我就说了，你说你这婚礼开头你给我吟首诗都可以，对吗？这样我也觉得很有新意啊！你从来没有跟我提过说你这个婚礼想要怎么安排、怎么想，对不对？行，就婚礼的事儿咱们就过了吧。还有别的吗？我天哪，太多了！您知道说度蜜月这个事儿？度蜜月啊！2个人说度蜜月，说我想去欧洲旅行啊，多浪漫呀，对吗？看看古堡，然后拍拍照片，那多美啊！你女孩子肯定是这么想，但是我们平时工作都挺忙，结完婚就那几天假，如果你去欧洲，路途遥远，时间长，到那玩也玩不爽。我觉得我们可以利用这个婚假，我们去周边的海滩彻底放松一下，对不对？你想怎么海滩呀？怎么周边呀？谁们家度蜜月去国内游啊？你只要是歇假，在哪儿不一样吗？完全都是借口，并不是说什么时间不允许，其实就是没有钱呗。本来我们2个说的是把这个份子钱，然后拿去当这个蜜月的钱，然后结果我们2个这还没有办典礼了，就跟我说他的份子钱和我的份子钱都给他爸妈。你说跟我提出来这样要求，您觉得合理吗？我们俩还没办典礼，然后你就先帮我把这些都已经计划好了，是吗？并不是我说的不合理。因为是这样，因为办这场婚礼呢，我父母啊已经用了他们的养老金，所以我想在我们收上来份子钱之后，拿出一部分来补贴给父母养老金。因为我们还年轻，父母有一定的积蓄，我们2个人以后也轻松一点。我觉得我这样说也没有问题，只是他不能理解我。我这样子没有办法理解你，那你说是可以，你孝敬父母，然后我可以帮你，对吧？我觉得这也是中华美德嘛，对吗？孝敬父母，那你份子钱都给你爸妈了，咱俩拿什么去旅行啊？不一定非要结完婚就去旅行啊，咱还可以工作，对吧？那你之前婚前是怎么承诺我的？婚前跟我说2个人办完典礼，然后我们就去外面旅行。你想去哪儿啊？我说我想去欧洲旅行，然后他说没问题，都听你的。现在呢？现在又改国内游了，是吧？我虽然是好多事儿都说听你的，但是您知道看他这脾气性格，我能惹他吗？我惹他那不就蟋蟀跟公鸡斗自己送命吗？对不对？所以这不就是欺骗吗？对吗？就是先答应着，然后明明知道自己做不到还答应我。我只能好多事儿先答应你，但是我也有自己的考虑，这是2个人的事儿。我可以先答应你，然后我们过段时间我再跟你去商量。你这不就变相欺骗吗？对吗？怎么叫变相欺骗？我满怀期待的，对吗？然后你先答应我了，过了1个月我再问你，然后你说模棱两可。你觉得会放过我吗？我怎么就不会放过你呢？你要把你真实情况。没有办法跟他沟通。不吵了，不沟通就离婚得了。那不行，我们现在领完证了，不能离了。那我这刚领1个月证，我怎么能离婚呢？那就好好坐下谈呀，吵什么呀？那问题您说所有的东西最后都是按照他的意愿来的。不是，我基本上已经听不下去了。房谁买的呀？房谁买的？我们家。你们家是你呀，还是你爸妈？爸妈。
婚礼的钱谁办啊？父母。这啃老吗？你们有我自己有积蓄，我的积蓄都给他拿出来啊，都给他当礼金了。你还好意思说提礼金？您知道吗？这礼金真的是简直了。其实我们家也没有说要多少钱礼金，我妈都说了，说那个按照你们家这个经济能力来看，对吗？给多给少都无所谓，两个人互相相爱，两个人好好过日子就可以，不要给日后的这个日子增加负担。然后这么说的。说完之后，他给我传达过来说给我们家20万，对吧？然后我肯定就认为是他肯定是跟他父母经过他父母这个同意之后，然后才跟我说的。我肯定去跟我父母说了，对吧？然后我跟我妈说完之后，然后结果到这个真正要落实这件事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了，说我们家可能给不了这些钱了。那你说你这样是不就让我怎么跟我父母交代呢？你要不一开始别答应我，别告诉我，你就按照你的真正的经济实力告诉我不就好了吗？因为当时是这样，我是答应了他。他在彩礼之外还要我们家再出那个戒指钱，这个我觉得我有点做不到，所以当时在礼金方面产生了很多分歧。这叫分歧吗？这个戒指的事情在咱俩还没有谈礼金的时候就已经说了，对不对？我都跟你说这个戒指对我的意义，我觉得一个戒指就应该一个男生对一个女生的承诺，对吗？我都跟你说过这个戒指一定要是男生跟女生买，你当时可以提前把这个戒指的钱留出来，然后从聘礼里面扣出来，对吗？然后你把扣出来的钱数，然后告诉我，我去跟我们家里说就好了。你为什么不提前告诉我呢？对吗？我都跟你说过这戒指对我很重要了。我不是已经买给你了吗？你拿什么买给我的呀？你自己说你拿什么买给我的？信用卡。啊，对呀，信用卡现在还了吗？我们领完证结完婚一起还啊。您知道吗？这就是我最受不了他的一件事儿。我们两个领完证之后，他告诉我说我还欠着信用卡。我说啊，我说欠了多少？怎么欠的？然后他就说他是给你买戒指欠的，然后天天拿着我这个戒指说事儿嘛啊。就天天说我这个戒指说事儿，然后说那个什么，那个你看给你买的这个戒指，然后我欠了这么多信用卡，咱们俩婚后一起还，那是应该的。因为是这样啊，当时给完彩礼钱，我们家就想让女方在彩礼钱里去出这个戒指钱，但是他不同意，他非得让我们家出，因为我想在婚前别造成婆媳矛盾，我才去动信用卡去刷的这个。就是说婚前不造成婆媳矛盾，好为离婚做准备，是吧？并不是，你这就是欺骗啊！我听来听去就是男生埋了特别多的坑给这个女孩子，但是他想要我就买给他，买完不是？那你经济条件达不到，你可以告诉人家，你说我经济条件达不到，他想要啊，那他想要你换头车呀，他想要你就按他的那个婚礼来办，你怎么现在不给了呢？是因为领了证了吗？是不是因为领了证了呀？骗到手了呗？你看一脸得意的，看没？现在就这样的态度，自打然后领完证之后，我们先不说这事儿谁对谁错，只是说你这事儿做的不够地道。行，等于你所说的经济上的欺骗就是这些呗，对、啊，是吧？戒指是刷信用卡，等于婚后一起还。现在等于什么都希望女方听男方的话了，是这意思吧？对，总是变相的说先答应着你，然后后面然后再让你去听他的这种想法，各种条条大道。当时为什么结婚啊？因为我觉得他人品还挺好，我觉得他是一个挺老实的人。不，这个就属于老实是吗？当时是这么觉得的啊。这不结婚之后，然后领了证，就发现他的很多东西都暴露出来了。现在双方父母知道你们这个情况吗？反正我跟我妈就简单的说了下。啊，你母亲什么态度？我妈就说那个看人家孩子挺老实的，我也不敢说的太多呀。你说的太多，你说家里人多担心。但是主持人，其实他家长跟我说的是让我多包容他，别去计较他脾气不好。你还计较我脾气不好？你这样子作为，你觉得我脾气能好得了吗？谁不爆发呀？其他的事儿我也不问了，我也不想听了。我相信观众也不想听了。就是挺美好的结婚这么点事儿，给你们俩闹的是够糟心的了。各让一步不就完了吗？你们听听老师怎么评价你们吧。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哎，我听他们俩这个婚礼的设计啊，特别像逛淘宝店，男生给了一个卖家图。女生拿出一买家秀，然后现在在女生心里呢，男生那边已经全店飘绿了，啊，全是假话，是不是这个意思啊？对，姑娘，跟他离呀。那问题我刚领了1个月的证啊，不能离是吧？对呀，不能离，这事儿咱俩就得好好唠唠了。你看啊，前面那个婚礼也好，前面那个戒指也好，彩礼也好，那不都是结婚之前就谈定的吗？然后你才跟他领的证啊，那他都已经提了那样的要求，跟你说那些事儿都不行了，您不还是去跟人把红本拿回来了吗？现在咱在这儿说这有什么用啊？为时已晚。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
说，我们说婚礼啊，一般来讲，我们是更愿意让女生来做决定的，因为她们更加的细致，更加的追求浪漫，更加的享受那一天的幸福时光。所以，姑娘，你换个头车，我是支持的。你给你老公换个头是怎么回事呢？我也没说一定强制他非要带那个呀。任性！你们俩现在就杠在这儿，他越不给你什么，你越要什么。来，小子。这么能骗呢？为什么那个看饭店要看3、4个月，然后都不告诉他，咱不订酒店了，咱订饭店，不就是因为告诉他，他就不跟你扯证了吗？那个戒指为什么后来又自己刷信用卡瞒着他，把它变成你们俩婚后的共同债务？不就是因为告诉他，他就不嫁给你了吗？所以你这完全就是把姑娘骗到手了，你之前所有说的一切都不作数了，你就是骗。我觉得在婚前大家要诚实以待，婚后我们才能携手余生。如果前面都是谎言，然后你的妻子在结婚1个月的时候就开始对你抱有了不信任，那么未来的日子他会对你和你们之间的感情充满怀疑。所以我的建议是，咱们有多少钱，咱们就做什么样的婚礼，然后我们有什么样的真话就说什么样的话，好吗？祝你们幸福。小姑啊，你看你提出了我要一个很好的婚礼，没问题；我要很好的婚车也没问题；我要很好的戒指也没问题；我要去欧洲也没问题。你确认过他有这样的支付能力吗？他都答应我了呀。不，这跟答应没关系。他有多少存款你知道吗？没有。他没有存款对吗？对。他家世背景非常好吗？没有。也没有对吗？也就是说他们家根本就没有这样的偿付能力。但是我之前支付能力啊，他跟你说一下啊，我可以做到，你就相信了，是吗？你认为你自己一点问题都没有吗？你凭什么？我觉得一个男人凭什么任何一个人说出了超过自己支付能力的事情，你却会相信他呢？他没有这个能力，他可以提前告诉我。重点是他提前没有告诉我呀。不，我问的是，你为什么没有去了解他的支付能力？因为我你跟他是没有了夫妻啊解这些。对啊，是我们2个领证之后才了解的这些东西。对，我不觉得我应该谈什么呢？我不应该。你们恋爱在谈什么呢？谈恋爱的过程当中，这个男的有没有承诺你的支付能力，你都不知道。你们这个恋爱在谈什么呢？感情啊。感情嘛，那你无所谓嘛。对，但他不能那还要借此干什么？退了，把信用卡还了。你现在跟我说感情，我觉得有物质的要求是可以，很正常。但是你一定要确认他有这个能力来满足你这个物质的要求，你才可以说我相信你的承诺。我没有在责怪你，我只是在问你谈恋爱在谈点什么。你想一想，能听进去就听进去。对于你，我这么跟你说吧，我倒不是说你人品有问题，我说你做事的方式有问题。你用的方法很简单，拖、骗、改，套路人家嘛。套路完了之后，哎呀，到最后这个差一点，那个差一点，把公司里面甲方乙方那一套拿到对待自己老婆身上，丢人不丢人？真诚一点，不要冲大头。你不是拿自己钱冲大头，你现在拿爹妈钱冲大头。人姑娘还真没有说啊，非要你怎么地，你不要答应人家嘛。所以啊，从头到尾这件事情，我觉得你要好好的、认认真真的认错。认完错之后，你要提出解决方案。这个解决方案就是真心的告诉他，有哪几点我是可以做到的，我是可以让步的；哪几点我真的做不到，但是我以后可以补偿你。怎么补偿你？跟人家说，用真诚去打动人家，否则你们这个婚现在不离，以后也得离，对不对？郑先生、郭女士，到了这个结婚这一步，才会发现，哎呦，之前这爱情啊，什么是爱情啊？爱情就是给你们幻想，让你们去放飞自我的。那个时候什么都行，你说什么我都听。可是真正到了结婚的时候呢，就是把你们从天上拉到了地上，因为要真正去经历这些琐碎了。婚姻它更接近现实了，我们要真正坐下来聊住哪儿，房子怎么装，彩礼怎么给。当涉及到这些事情的时候，
如果两个人都是斤斤计较型的，然后呢又忘却了曾经在一起那种怦然心动的感觉，那就会变得很麻烦。所以呢，你们在步入婚姻之前就应该想明白这件事情，就是这个结了婚以后过日子，我们就要脚踏实地了。这日子该怎么过？我们不能忘了相爱的初心，但是也不能说走进婚姻之后就什么都不要了。其实你们两个人现在完全是在争夺婚后在这个家庭当中的话语权。女生在这个婚礼上要这个劲儿，不就是想以后你凡事都听我的吗？那男生现在也就是不愿意低头，不愿意把这个位置马上拱手相让，所以就会出现这样的矛盾。但其实以后谁说了算，这日子怎么过，我觉得商量来是最好的。你争这一时，在这个时候给你们埋下一个雷，日后婚后这个雷迟早会爆，爆了的那一天，这些事儿都会成为你们吵架的一些理由。所以你们两个人好好想想，争这些到底是为了好好过日子，还是为了什么？好吧，谢谢二位。你也是没有那么精明，也就是表面上厉害，但是你今天在场上的所作所为，和你那说话
我要的这些东西只是希望他可以对我用心一些，我不希望说我说的任何的条件他全部都不答应，他没有一件事是为我努力去做的。所以你的表述有问题吗？我要的不是排场，我要的是你用心嘛。那现在咱们就这么说吧，姑娘，我把她面子给她撕了，我告诉你，我想为你用心的办一个你想要的婚礼，但是咱家没这钱，你能不能跟我委屈委屈？可以啊，说到底不就这个吗？他只要坦诚告诉我就可以啊，他坦诚跟我说就行自己听着啊。那你们看下面怎么交流吧，一起进入真情60秒。我们一开始在一起，确实是很幸福，并不是我之前对你故意欺骗，只是有好多你的要求，我目前还没有办法达到。以后我会尽可能努力的，按你的要求全都听你的去做，但是你的一些脾气、性格，我也希望你能收敛一点。我觉得一个男生最重要的就是他的承诺，一定要有诚信。如果你做不到，你完全可以告诉我，但你不应该答应完我之后，然后再去否定你之前说的答案，这样我会对你产生怀疑。我觉得你这些都是欺骗，而且你之前对我的态度都一直都是很好的，一直很在乎我，但是现在就没有。现在也没有说不在乎你，只是我们结婚了，以后2个人要一起去共同承担。谢谢2位的分享，请回吧。来，请关门。来看看他们这对新人自己的选择，请开门。我就知道那是爱，发现你正在真爱。来，我们一起见证他们的浪漫时刻，各位请见证。没有谁能把你降临我身旁，你是我的专属天使。为我能独占，没有谁。最后咋整啊？婚礼咋办啊？头车咋定啊？份子钱给谁啊？怎么着啊？都听他的。又来了，穿野兽穿不穿？穿。你真让他穿啊？对啊。我倒是觉得，就是经济方面的话，咱们就按照自己实际情况来。但如果女生真的有这么个小愿望，男方又能做得到，也没什么不能穿的，对吧？也不是一直穿着。啊，好不好？祝你们幸福。好，谢谢老师。回吧，谢谢2位。了解下一句的基本情况，各位请看。我们在一起很多年了，今年1月份举行了很隆重的订婚仪式，在我心里，他也是我想要嫁的人。但是订婚后，不知道为什么就产生了很多矛盾。从订婚以来，我女朋友越来越无理取闹，一些生活中细微的小细节也会上升到她对婚后生活的担忧，说得我一无是处。我觉得我男朋友很不成熟，对未来没有规划。问他什么时候结婚，也没有准确的日期。在婚前的我非常焦虑，我们经常吵架。为什么他订婚后会变成这样了呢？难道真的是我做错了吗？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温先生，23岁，来自浙江，服装店主；苏女士，23岁，来自浙江，淘宝主播。来，有请2位，有请。欢迎2位哈，你们俩这对容错率就会高一些啊。那对是结了婚了，你们这不是刚刚订婚吗？我听着矛盾也差不多啊，是刚订婚是吧？是的，今年1月份。今年1月份啊，订了婚之后就变了是吧？对。他是怎么变的呢？他就是跟之前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我哪里不一样了？就1月份订婚的时候，就所有事情都是我来操办的，他什么事情都没有过问啊，然后都是我和双方父母来操办的。我怎么就没有操办了呢？我没有去参加，那订婚怎么完成的呢？那你不就是参加了一个订婚仪式吗？就像是去参加别人的订婚仪式一样的。那我那时候不是我们事业刚起步嘛，对吧？那我工作的事情也很多，对吧？每天这么多事情，那难道我要放弃手头上的工作，然后回去准备订婚的事情吗？我都跟我爸妈说了，这些事情的话，他们也能够处理好，然后我忙我这边的事情不就可以了吗？可是我也没见你对事业有多上心啊。
因为我是做主播的嘛，就播了很久，在那直播就卖衣服卖货，从晚上5点多播到10点多，就卖了很多衣服嘛。然后第二天他应该发货的，他在那边就是拖拖延延的，然后玩手机，最后导致就是很多客户都退货了。那你累我也不累吗？那你平常负责直播，那我也在幕后工作，对吧？然后你直播前我也要给你准备好，对吧？那你播完之后那些衣服还要我来处理，去把它发货，这些我都要处理的嘛，对吧？然后你说发货慢，那有些顾客的话他是冲动消费嘛，对吧？那我肯定要等一个时间，他确定不是冲动消费的话，那我再给他发走嘛，对吧？那这样的话也不会就是有运费上面的损失呀，对吧？主持人他完全就有借口，他那时候就在那边玩手机。那你说你对事业很上心，上次我们跟客户约好了下午2点，然后我们要去谈生意，你为什么会迟到呢？那我就问你，结果是不是合同已经签成了？那我自己有把握的事情，一切都在我的掌控之中，你为什么非要拿过来讲呢？有必要吗？可是这样子不是给客户一个不好的印象吗？我们本来所有事情都已经准备好了，东西也拿好了，门也锁好了。你到了楼下，你又说，哎，我有东西没有带，我要回去看一下。那你这不就导致我们迟到了吗？那我回去看一下东西有没有落，再检查一下，对吧？我也是做事情谨慎一点嘛，耽误几分钟怎么了？那你看看，你迟到那么多次，你成功会有多少次？你以为你每次迟到每次都会成功吗？那下次我们早点准备好，那不就没那么多事情了吗？这个不是说人变了，怎么说着说着说工作了呢？你们订婚是1月份订的婚是吧？对。你们打算什么时候结呀？结婚他一直没有给我一个准确的日期。啊？他就觉得订婚就已经完了，就结婚的话就一直都没有给我。我是觉得现在的话，婚已经定了嘛，我想把事业稳定下来之后，咱们再结婚。啊，行，那我明白了。为什么女生对男生在这个订婚之后的事业这块这么上心？因为是稳定之后才能结婚，是这意思吧？对，我就。他还有什么变化吗？还有就是他花钱大手大脚的。花钱啊。对，而且特别喜欢抢着买单。就有一次我们去海底捞，就本来朋友都是说好了我们要 AA 的，然后我们当天晚上吃了1000多，说好 AA， 然后他自己偏要先去抢着买单。那朋友生活上不是对我有帮助嘛，对吧？那我请他们吃个饭怎么了？又没事，对吧？可是这不是1次2次了，是很多次。那朋友请我吃饭的时候你也没看到呀，对吧？那我每次跟你去的时候都是你请客的。那我和几个要好的朋友吃个饭，那大家谁买单不是买单呀，对吧？那干嘛要在意这些细节呢？你就老是因为这件小事情就管这管那。主持人你知道吗？就是在家里面啊，我想轻松玩个电脑，他都不让我玩。哦，打游戏是吧？对。说起打游戏，他好意思说了，他上次为了打游戏买装备，花了几万块钱。那游戏的话，那不买装备那怎么玩啊？没法玩吧？游戏一点体验乐趣都没有，对不对？那后来你不是一直叨，我把游戏装备都卖了吗？那还赚了钱了，你怎么不说呢？那你花在游戏上的时间和精力，如果你用在事业上，你现在就不得了了。那我这不是为我们婚后着想吗？那我婚后也会赚钱呀，那不影响婚后呀。那你现在就一直这样说，就让我感觉我婚后就很没有安全感。他玩游戏上瘾吗？玩得厉害吗？他玩得很厉害，而且他不是说这个游戏他卖掉了吗？他后来又玩另一个游戏。那个游戏我又没怎么花钱。那个游戏有一天晚上，他从下午就一直玩到晚上，然后他玩就还算了，他还跟别人语音。打游戏和朋友之间肯定要开语音配合才会好一点啊，才会赢啊，对吧？那我是不是提醒你很多次了？那你好好说话行不行？那你后来干嘛把我网线给拔了，让我一个人游戏乐趣没有，让我其他朋友也没有游戏体验，那我多没面子呀！那后来你是不是把键盘砸了，就砸给我看的呀？那我还不能愤怒了，砸一下键盘。那后来呢？后来我是不是就好声的说了你几句，你直接就走了，你直接摔门而走了？那我想静静行不行？我静静都不行吗？那当天晚上你就根本就没有回来找过我。就一直对我冷战，到第2天都没有找我。那你当天晚上在干嘛呢？我当天晚上我就很伤心啊，我在那哭啊。啊，行，听明白了。所以我就觉得他很不成熟，工作不上心，花钱大手大脚，这都是在订婚之前没发现的，是吧？对。还发现什么了？还有就是我们旅游的事情了。旅游又怎么了？就他前一段时间说他想去厦门玩，我同意了，然后我订了机票和酒店，他也不满意。那你还好意思说酒店？
那个酒店是这样子的，我提早很多天，我跟他说了，我说你酒店早点订，那时候是旅游旺季嘛。然后他偏要在前一天晚上才订，订完之后那个酒店又烂又贵。那我每天这么多事情，那我哪来这么多时间去订啊？再说了，那天也就那一个酒店有了呀，其他都已经被订了呀。然后后来那个酒店，我不是就说了他几句嘛，他就直接就对我生气了。他直接生气之后的话，然后他就又冷战。第二天还是我去找的他，然后我也是就是又说了他几句，他直接就丢下我一个人在人生地不熟的地方，直接就走了。那我们出去玩不就为了开心吗？对吧？那你非要出去玩一趟，然后搞得大家都不开心。那后来我不是去找你了吗？打你电话你也故意不接，害得我绕了一大圈，找了1个多小时才找到你。可是你过了很久才来找我的。我们以前谈恋爱的时候不是这样子的，那时候我们不是去爬山吗？然后我就是爬累了，然后我跟他说我想要就让他背我，然后他就是也没有说什么，就直接背我了。但现在我就说了他几句，他就直接就走了。这个对比啊，这个反差呀。那你以前多懂事呀？那你以前也不唠叨呀？那现在特别唠叨，动不动就吵，小事情非要整得跟大事情一样，啰里啰嗦的。那我不是为了我们以后吗？就现在我们已经订婚了，如果我们现在有这么多矛盾，然后你又不改正的话，那我们以后怎么办？啊，行，他还有什么毛病啊？还有就是因为我在家里面的话，我都是没有做菜的嘛。啊。然后我想，因为订婚了嘛，我想以后我们结婚，我肯定是要做点家务啊这些的。哦。然后我就给他就是在手机上研究嘛，我就是烧了几盘菜给他，就烧了糖醋排骨呀，还有手撕包菜这些的。然后我烧好后，然后我叫他下来吃饭，然后他慢吞吞的下来。下来之后的话，也不是那种就是很开心的感觉，就直接坐在椅子上，然后跟我说把饭给我盛过来，把筷子给我拿过来，就直接命令我。那我是你家保姆吗？你为什么要这样命令我呢？那你也就一次这样子吧，那又不天天这样子，对吧？那享受一下那乐趣怎么了？那就又不是天天。那你如果现在就这样子，那我以后婚后怎么办？那我也有手有脚，对吧？那又不可能说所有的东西都让你来做，那我也会洗碗，我也会拖地啊。你干嘛老是要往坏处想的，对吧？我也没有你想象那么糟吧。就主持人他每次啊，就每次我跟他好好的讲，他每次就是这样子，就他就很像是谈恋爱的时候的他。但是我的话，因为我订完婚了嘛，我就感觉我现在已经是一个准妻子了啊，就我也想要步入婚姻的殿堂了嘛，我就也要改变。但是他的话就一直就不要改变，给他时间，给他时间。但是我现在是不想给他时间了。那你想怎么地？我就想要知道他到底要不要改变，到底就是听不听的我的这种劝啊这些的。是要不要改变，还是听不听你的话？咱把这事儿说清楚。就是我觉得他很多方面是要听你的话，对不对？对，也要听我的话。啊，听不听人家的话？好的我就听喽。我有选择性的听，还是比较理性的，比刚才那个结了婚的男人好。那男人是什么都听，一结了婚就什么都不听了。你男朋友还挺诚实的，至少啊，他说好的听，不好的不听。还有就是因为他没有给我一个准确的什么结婚的日期，这个我就觉得他不知道他怎么想的。哦，你说说吧，人家问你什么时候结婚？后年。后年？你说后年就是后年吗？这完全就敷衍。这为什么得出的结论是敷衍呢？因为他每次就像订婚也是一样，订婚也是我自己提的。哦，你老逼着他是吧？也不是逼他，因为我们也在一起很久了嘛。但是他现在的话就是没有给我一个确定性，就这样子。在谈恋爱的时候，我们彼此都很快乐，就为什么订了婚之后就变得好像是啰里啰嗦不快乐了是吧？对，这要结了婚以后可能更不快乐，还结吗？结。什么时候结？后年。不满意，什么时候结？最快明年。行吗？我就觉得他就是一直这样的态度，就是要逼着他，逼着他，所以我觉得以后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就是两个人对情感的认知不太一样了，已经。看起来好像是男生特别被动，其实女生在这个关系当中一直都是被动。你逼人家结婚吧，我刚才那个说话不算数啊，我就是看看你是一个什么态度。其实你们婚期的事儿是你们自己要商量的，是不是很快要结婚，情感有没有成熟，到底应该怎么办？你们可以听听老师们的意见哈。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男生，你跟我说句实话，
你是不是现在就目前的这种状态下，你暂时不想跟他结婚？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情感真的在岁月的消磨当中渐渐的淡了。我不知道你们的矛盾是不是像大多数夫妻一样，经年日久，逐渐的越来越多的暴露出来。你们现在剩的是什么？是这家店的纽带，是你们过去的情谊，仅此而已。如果想要打破现在这样的局面，我的建议是，不要马上结婚，因为他已经不是那么的相信这份感情了，而你还相信，但是你不停的在里面挑刺儿出来，挑出来的刺儿扎他扎他扎他，就是这样一些小小的错磨，小小的矛盾，让你们的感情不新鲜了。所以如果想要真的走进婚姻的殿堂，需要一些刺激，比如说现阶段就真正的这1年的时间，你们只谈这个店铺，只进行创业，把情感先剥离出来，或者干脆就分家，不要在一块儿继续的做这件事情，矛盾会不会就少了？你们私底下自己去商量。总之我觉得现在不宜结婚，但是可能你们依然有未来，所以祝你们幸福。岳老师，淘宝店你们是夫妻档吗？这是我
你们两个人，我觉得根本的问题是两个人对于结婚这件事情认知不同。在男生心中觉得结婚就是领个证，然后我们现在的生活状态依然如此，没有发生任何的改变。可是结婚这件事对于女生来说，它不是领证这么简单的，它是整个人生状态的一个改变。你们两个人是从以前这种恋爱的不稳定的关系步入到一种稳定的关系，他会觉得这一生我就有所托付了。所以结婚对于你们两个人意义不同，那在结婚前的这种的态度当然就不同。你看他是完全积极的去面对未婚妻未婚夫的关系，我先适应妻子这个角色啊，我好好的去研究这个软件上的菜，给你下厨房做菜，你看这样希望能够感动到你。但是你给他的回馈是什么？没什么大不了的，你没有看到他的改变，再加上你对这个婚期的不确定性，所以在他心里就会失落，就会失望。我觉得你们两个人步调不一致，不在一个频道。确实是不着急结婚，但是现阶段真的是应该把你们的步调统一在一个频道，不要着急，你也不要懈怠，好吗？谢谢。谢谢老师。谢谢。其实呢，说句实在话，男人一定要上了年纪，他才会想到，无论自己有多能干，他其实最后还是要回到家庭这片土地上来，老婆孩子热炕头。但年轻的男人是感受不到的，女人也要上了年纪。我觉得我确实做错了，我会回去尽快确定好婚期，然后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卷，然后我希望你能够相信我，我会给你一个美好的未来。我也不是说不相信你，因为我们也在一起这么久了，就像老师说的，我觉得有可能我们也必须要冷静一下，就是为我们以后的未来这些，就是一起来探讨一下，冷静一下，也是可以的。我希望你能够相信我，好吗？我以后会努力的。那
希望你以后会这样，希望我能看到你的改变。35岁之前，女性和男性每差1岁的心理年龄是女性比男性大7岁。心理年龄35岁以后逐渐开始追平，到某一个点的时候，男性和女性的这个心理年龄就完全重合了。发现没有？这叫小学生，不会举一反三。老师的话我都听进去了，我要对你好。老师的话是让你冷静啊，反的吧？第2句话我印象特别深，我会给你一个美好的未来的。姑娘的回应特别好，我们商量我们共同的未来。不说什么了，日子是你们过的。还是那句话，结婚是因为你们要结婚，而不是一个人要结婚。日子是你们要过日子，而不是过给别人看，你们就幸福。谢谢2位，请回吧。请关门。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这对未婚的小情侣，他们怎么选择。来，请开门。来，一起见证他们的浪漫时刻。各位请见证。没有谁能把你降临我身旁，你是我的专属天使，唯我能独占。没有谁能取代你在我来，就是祝你们快乐，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好吧？谢谢2位，请回吧。谢谢你们，谢谢老师。让我们一起进入爱情保鲜剂。有网友提问说，和女朋友恋爱2年多了，准备结婚，但是呢，女方必须要求我买房，而且呢，买在我的工作地都不行，不买就不结婚。我家里目前的经济条件根本没办法买房，但是女友要我7、8月就把房买好，再去跟她爸妈说结婚的事情，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到底女朋友是爱房还是爱你？这个一定是困扰你的问题。但在我看来，不是买房出了问题，而是你们感情出了问题。究竟你们出了什么问题？我想只有你最清楚。谢谢各位的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